我们今天开始讲一本书啊，叫《伤寒论》。如果大家没有听过啊，它其实是中医临床的基础教材。也就是说，学中医的人啊，学了很多知识点啊，但是怎么用出来不知道。这本书就是教大家怎么用在病人身上的。开方用药。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啊？因为这是一本奇书。这本书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啊？一般学术都是先有理论才有实践。对啊，尤其是医学这样严谨的学科但是这本书是直接讲治疗的。临床实战。对，它理论基本不讲。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。我们中医界的老前辈岳美忠先生讲，《伤寒论》最大的特点是列条文而不谈病理，出方剂而不言药理，让人自己体会其精义也往往在于无字之间。我们看《伤寒论》398条，每个条文基本就是什么什么症状，最后用什么什么药。比如头痛、发热、汗出、恶风，列完了症状，最后就说一句桂枝汤主之。直接开出药来也不讲理论。这样的书在临床实不实用？跟大家说，这本书在临床很实用。不管是古今中外只要是很厉害的中医无一不都是厉害用《伤寒论》的大家。我们自己在临床也是发现效果特别好。而且有时候速度超越现代医学。比如一般的感冒需要1个星期才好了。他用了这里面的药可能1到2天就好了。又或者是现代医学治不好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，那用这里面的方子也能有很好的效果。这不只是中医自己说的，也是很多西医他在临床看到《伤寒论》的疗效以后才发心要学习中医的。比如说日本的中医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西学中。日本汉方。他就先学的西医，过后才学的中医。那如果中医没有疗效又何必去学这个古老的医学？那么有很多老中医他即使临床了几十年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的桌子上也一定会放一本《伤寒论》得空就看看。大家可能认为《伤寒论》很大本好像字典这样要放在桌子上时常翻阅，但其实《伤寒论》只有2万字罢了。398条放在桌子上就薄薄一本。如果读中的话1到2个小时可以读完。一点不大。所以大家看这样小小一本书里面的东西不止特别实用，而且没有繁琐的理论。那学习这本书的门槛高不高和大家说一个现象，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流行中医热。当时有很多的家庭主妇就学中医，学的就是这本书。厉害了。为什么要学因为好用尤其上有老下有小你看一个病又要花钱花时间。又要往医院跑，可能还治不好。尤其大部分家里的得的不是大病，都是一些小病小痛那不如自己学一些实用知识可以帮助到家人。那很多妈妈学的效果怎么样基本都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有的甚至成为社区的小名医。为什么我知道因为他们有的写书写文章把经验分享出来。但是自学中医就很强调个人的理解能力。尤其大家都说中医需要悟性。但是学《伤寒论》不太一样，因为它不讲理论。它直接有方程式对，它就说症状什么方，它就好像数学里的方程式。我们只要掌握那个方法原则就能用了。所以学《伤寒论》的门槛很低。但是特别的实用，而且特别简单。有心要学习用中医的人建议可以从这里开始。因为有很多中医的书都偏在讲理论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基础的话是看不懂的。对。那就更加用不上，又白费了。另一个起点就是这本书虽然没有理论，但是后人给他补充了自己的理论，注解很多。对。因为特别实用嘛，效果用了又好，但是效果好又不能不讲道理嘛。你得解释对，大家要开始解释，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体会给这一本书一套理论。
解读所以中医里有一句话叫一人有一人的钟情，一家有一家的伤寒。这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解读，但是是不是原文要传递给我们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本书也是历代医家注解最多的书，古今中外不下500家，导致这样一部临床实学不讲理论的书啊，后来被赋予的理论框架特别多。那么初学者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要从后人的理论框架下手啊，就会发现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到最后不知道听谁了。好像我们说盲人摸象，一个人摸到象鼻子，说大象是长形的，一个人摸到象腿，就说大象是圆柱形的。我看到全貌，只看到真相的一部分。用方的机理不那么容易了。对，我们这次的学习啊，和以往大家学的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们不套用后世的框架，不从理论下手，我们就从方程式，重点在教大家怎么用，给大家一个使用说明书。学了小病可以自己解决，大病可以商量。这是重点，我们强调实践。但是有没有理论？当然我们也会穿插一些理论来帮助大家理解。这个理论是来自于《伤寒论》这本书的，不是后世的框架。我们刚刚不是说《伤寒论》没有理论？对，《伤寒论》是不谈的，但是背后的逻辑是肯定存在。存在即合理嘛，不然不可能有效。这个逻辑就是《伤寒论》里反复提到的自愈力。本能，人体本能。对，我们人体的本能。好像人的佛性。对，本能。《伤寒论》里就反复提到阴阳自合者必自愈，此阴阳自合必自愈，津液自合便自汗出愈。脉自合者不死，等等这些话，都是在暗示我们，对人体有自己调节痊愈的能力。强大的本能。我们医生做的就是帮助人体痊愈而已。它就好像一只小鸟翅膀受伤了，我们给它包扎伤口，几天好了，请问是我们让它好了吗？肯定是要靠它自己身体恢复。对，如果小鸟不具备自己修复伤口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包扎都没有用。所以好起来靠的还是小鸟与生俱来的本能。那我们医生做了什么？我们包扎只是给小鸟修复伤口提供了积极的条件，帮助它更快好。对，这就是医生做的事。所以《伤寒论》里特别强调是看见本能，进而帮助本能，而不是代替本能。看见即治愈。看见即治愈。心理学里面。对，你要看了你才能够知道。对。所以因为代替本能，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嘛。比如有的小孩子时常感冒生病，一个月要生病几次，这些都是因为免疫力很差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一生病就用抗生素，全代替他的本能。对，去做这些。都代替了本能去做。然后肺不用则废。不用则废。那么小孩子的免疫力没有办法锻炼，所以就很容易生病。那么反而是谁被锻炼呢？细菌、病毒、微生物强大，超级细菌就多了。对，所以细菌慢慢就进化变异成为超级细菌了。以后逐渐适应了抗生素，这时候免疫力差的小孩那就更是就遭殃了。很多年轻人猝死也是因为免疫懒惰。心肌感染发炎也没有反应，不干活喽。对，这就默默猝死了。因为身体本能默认你已经不需要了，这就好像宇航员为什么失去重力、失去锻炼以后，他骨头会脆弱、骨质疏松，然后就好像很多小孩子，你时常给他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，他自己就不会吃饭穿衣。肥了。对，尤其《伤寒论》里面提到很多细节比如医生错误的干预，不积极治疗。错误干预对，不积极治疗出现的状况等等。所以这些临床问题和现象我们都会谈到。并且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法。那这次的《伤寒论》呢，我们就围绕着临床实用性和本能直觉性展开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实践。是这样对，手把手教大家原始中医是怎么看病。
甚至我们学了以后啊，可以看些小病，用些小药帮助自己和身边人啊，最后影响更多的家庭啊。这就像大学说的，亲亲而人民啊，人民而爱物。好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OK。